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5.95，收盘价是220.1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0.61，最低价是在216.7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并且也跌破了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34.58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706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6 倍。量增 ，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我们会看到慢线是下穿了零轴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，目前股价已经进入到了短期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上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，然后开盘即跌破了前面的最低，也就是234。那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下，最后是收在了低位，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那么我们还留意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是下方留有相对较长的下影线，说明当日这根 K 线它是有一个止跌的意愿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否能够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或者是反弹。否则股价会继续有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38附近，238.5附近。然后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的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5附近。实际在10月19日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，收盘价是在220.11。那这个位置已经跌破了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242，还有第二个下行的目标234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跌破了这条上行的趋势线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样的 K 线如果日后没有止跌的信号 K 线出现，将会继续下行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删除上方的已经跌破的两个目标，一个是242，另外一个是234。好，那对于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，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12这个前低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234，也就是已经确立了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再次也就是上方有头低，下方是出现了低。那么这个空头趋势被确认，那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就是要确认自
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上方有头低，下方还差低低低，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12。当然我们会看到有200日均线值在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小的支撑。然后如果212被跌破，那也就是继续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那么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在4月27日这根 K 线最低是152.37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将是我们会看到股价一旦跌破了212，那么继续下行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52.37，或者我们取整数152。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是在200关口，所以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在200关口。因为这个整数关口呢，它将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支撑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把它定义为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它既是强支撑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12、200关口，还有152。当然，我们说股价一旦跌破152，将会瓦解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上方有头高，下方这是底高。那股价一旦日后跌破了152，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01.81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好，那目前这条趋势线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条上行趋势线虽然是已经被跌破，但是我们要等待1、2个交易日来确认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，很有可能会回到这条趋势线的上方，所以我们先保留这条趋势线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上行的目标。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对于目前的收盘价来说，10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57依然是前高，所以它依然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站上它就是要瓦解自10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所以这个目标依然是成立的。但是我们说股价在如果出现反弹，在到达257之前，这个缺口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其实其中缺口的中线，也就是在236附近，它将是一个最强的压力，或者也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。所以股价只有回补了这个缺口，才有可能会到达257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接下来向上的第二个目标是269。当然站上它就是要我们说可以建立多头，然后继续向上。第三个目标是279。好，当然在上还有299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下行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，也就是10月2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之前给出的2个关注的位置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股价如果跌破了，在盘中是跌破了238呢，一定会收低。实际上在开盘的时候已经是大幅的跌破了这个位置。对，我们先删除它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调整这条水平线到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16.7
2.7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对于10月20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前低216.78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股价如果在盘中是在前低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也就是很可能会收低。但是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这个前低的目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想再给出一个近期的观察位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在这个缺口的中线，也就是236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目前将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那么我们用一条比较强的压力，我们用一条绿颜色的线啊。为什么用绿颜色线呢？如果股价能够反弹，触碰到这条线，或者说站上这个位置呢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有继续向上的机会。否则，股价即使出现反弹，如果不能够到达236，而再次出现折返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把236标记出来作为近期的观察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走势的分析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10月19日收盘价在220.11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，因为目前股价在一个大幅的下行的一个走势当中，并且呢没有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。虽然10月19日这根 K 线还有长长的下影线，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上影线也是很长的，也就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压力的，所以我们要等待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说含有长长下影线，而上影线很短的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我们再根据成交量来考虑是否进场抢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空头在10月20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无论是高开还是低开，一定会继续有空头的力量的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12和下方的200关口。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36，这是它的回补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说明。我们再来看10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看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在230，也就是缺口的下沿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236，对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那当然第三个压力位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设在缺口的上沿是242。虽然整个这个缺口都是压力，但是我们也想把这几个点位分出来。对，其中236是相对于另外两个位置是较强的压力。好，230、236和242三个压力。那再向上，我们再给出一个区域，是从248一直到250。对，那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位置，这是第三个压力。好，
那么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好，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也是在236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我们说是当日新生成的200均线值，是在215，和前低加起来，也就是215到217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12，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00关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，那么我们给出10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每一个可能我们都会给出2个点位。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走势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2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15，在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218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2的。那如果同样的走势也是低开盘，如果股价最高不能到达222，而是到达220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，不是回踩到，是到达207.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收盘会收在208附近。对，那么第二个点位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。好，满足了这些条件呢，才会出现这样的2个下行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2，收盘会收在230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0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更高的反弹的点位呢，就是同样也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，这应该是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36.5，收盘会收在236附近。对，当然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5的。对，那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可能，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呢，那也就是说，这根 K 线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如果这个条件成立，那么在10月20日，将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但是呢，如果这根 K 线不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在10月20日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这2个判断的原因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